别白费心思了。就算你那个妈真的醒过来，又能怎么样？我说，我妈妈答应过我，陪我过10岁生日的，她一定会来的。林总，3年了，您终于醒了，太好了！今天还是雨嫣小姐的10岁生日，一定是各路神仙保佑，才让你们一家再见面。刘雪，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到雨嫣在被人欺负。快给我看看现在家里的情况，快！国内现在时间点，应该在给雨嫣小姐准备10岁生日宴。您看看。这都是我给雨嫣定制的生日礼物，雨嫣人呢？这是我的妈妈，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欢迎大家参加我女儿菲菲的生日宴会。菲菲的朋友就是我们林氏集团的朋友，希望大家日后多多支持我们菲菲。好，林总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今后还望林总能多多提携我们呢。他是谁？怎么成了林氏集团的董事长了？还有，这个菲菲怎么会是林氏的千金？雨嫣现在在哪儿？刘雪，我要过去3年内家里所有的监控存档。怎么了呀，宝贝儿？我还是担心林薇她会不会醒过来。撞得那么严重，都3年了，他呀，就安安心心的当个植物人吧。可是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别怕，现在所有人都觉着你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就算他临危醒了，那也无济于事啊。那倒也是，现在的林氏集团还不都是我们说了算。天琪，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要不是因为你被迫联姻，我们可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我倒是要感谢那个贱人，把打拼好的家业拱手让出。这个小女孩是谁？她怎么可能是我林家的千金呢？雨嫣在哪？刘雪，林总，立刻帮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回国。监控的事情查清楚了吗？林总，您家中的监控并非意外故障，而是人为损坏，目前技术员正在修复当中。那个自称林氏董事长的女人是谁？她叫李晴，是先生雇佣的秘书，保姆李婶的女儿，也是林菲儿的母亲。
一个保姆也敢冒充我的身份？不对，他的女儿怎么会李现明，还能长期待在我的家里？因为林菲儿是以小姐伴读的身份住进林家，现在和小姐在同一所小学。伴读，只不过是借着名头占尽林家的好处罢了。张天启不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吧？林总，这些事情绕不开张总，而且您昏迷之后，张总便以养病为由，将您的父母送到了城郊的旧宅，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只留了一个老保姆照顾。林总，您昏迷期间，李晴一直想将您取而代之，因为您之前过于低调，新公司很多员工都没见过您，这才让他们钻了空子。张天启，你当初信誓旦旦说会一辈子护着我，护着语言，护着林家，还真是没有想到，我才刚一昏迷，你就任由外人在林家作威作福。雨嫣，这3年你过得好吗？林总，到。Just like the street lights lit this town, like a fire in a blaze, gotta burn it down. 你先去停车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张总，那我就先走了。喂，这位小姐，看着很面生啊，是来这儿谈合作的？要不要咱们一块儿？老婆，你怎么回来了？你身体好啊？怎么，我痊愈归来，你不高兴吗？啊，我当然高兴了。只不过你这回来不跟我提前说一声，我好亲自去接你嘛。老婆，这3年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祈祷，你终于回来了。是吗？既然我已经醒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祈祷了。啊，老婆，这自从你昏迷后，我接手公司这3年，我终于理解到你之前有多辛苦了。这么大的集团，那里里外外这么多事儿都要操心。老婆，你看啊，我这熬的头发都白了好几根儿。辛苦你了。既然我现在已经醒了，以后就不劳你费心了。公司我也会亲自来。你身上怎么有股女士香水的味道？啊？哈哈，我刚呀出去谈生意去了，那估计是人家那个助理身上那香水味太浓了，蹭到我身上了。那是我误会你了。不过，张天琪，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会出现在别人的身上？这，你该不会是想说，我给女儿的私人定制也有同款吧？老婆，你说这个呀？这是咱们家保姆李婶的孙女儿。我这平常不都住公司吗？这李婶儿就把她孙女儿带过来，给咱们雨嫣啊做个伴儿。这俩小姑娘关系好，互相分享一下，很正常。分享？你说的分享是指所有东西都出现在别人身上？林薇，你说这话是在责怪我是吧？自从你昏迷之后，
这家里家外的事儿，那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这些年为了孩子付出多少，你知道吗？好，从今天起，雨嫣由我亲自来管。股东大会，这天琪，我正要找你呢。我跟你说啊，我看上了一套珠宝。芊芊，你最近先搬出去住吧，也别打我私人电话。如果有事儿，我会主动联系你的。你什么意思啊，张天琪？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今天就叫我别联系你了。你是不是想甩了我，然后独占林氏的资产？你先别着急，是林薇，林薇她醒了。我今天在公司楼下亲眼看见她了。林薇怎么会醒了呢？她不是躺了3年，怎么突然就醒了呢？要是被他发现我做的一切，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放心，咱们谋划了3年，不就是等今天吗？就算他醒了又怎么样？公司的核心业务都在咱俩手里攥着呢，一切按计划行事。他呀，翻了半天儿。妍妍，妈妈，妍妍，妈妈回来了。妈妈，你回来就好。怎么了？妈妈抱抱。怎么了？这，妍妍，你这手上怎么这么多淤青啊？妈妈，这都是我自己摔的。妍妍，回屋去，我跟妈妈有事要谈。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李婶儿，都几点了，还不赶紧带小姐上去睡觉？是先生，走，妍妍。看来雨嫣变成这样，和这个李婶脱不了干系。李婶儿，你先下去吧，这是我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来管。微微，李婶儿好歹是咱们长辈，有什么说话不合适的？李婶儿，带小姐上去。走，走。 嗯，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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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妍妍，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了，我可不想明天跟你去学校挨老师的数落啊。学校是吗？正好，我明天陪嫣嫣一起去。嫣嫣，明天让妈妈陪你去学校好不好？真的吗，妈妈？微微，你这刚大病初愈，你就在家好好休息。明天还是我陪孩子去吧。我的身体很好，而且我说过，以后语言的事情都由我来管。明天学校有很多活动，而且自从咱们嫣嫣入学之后，你一次学校都没去过，她的同学、老师、那些家长都不认识你，你去不合适。没关系，我以后会慢慢了解的。夫人，您问问嫣嫣的意见。嫣嫣，你告诉妈妈，明天你想和谁一起去学校啊？妍妍，你就告诉妈妈，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去，还是想让爸爸陪你去啊？妈妈，明天还是让爸爸带我去。妍妍乖，快上楼睡觉去。今晚我和女儿一起睡。好，妍妍，妈妈刚刚出院，身体还没有恢复好，你呀少说话，让妈妈早点休息，好不好？走吧。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啊？爸爸，他刚刚叫你什么？还有，他口中的妈妈又是怎么回事？嗨，老婆，我上午不是跟你说过吗？他就是菲儿，他爸爸走得早，现在又跟咱们雨嫣在一块上学，我就认她当干女儿了。菲儿，太太今天太累了，奶奶先送你回房间。是吗？没想到啊，你没有时间关心雨嫣，却有时间认女儿。丽薇，你说这话，嫣，想不想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啊？想。走，咱们回房间。妈妈，我住的地方不在那，在这儿。我女儿的房间什么时候变得比佣人房还不如了？雨嫣，你之前的房间现在是谁在住？雨嫣，你别怕，妈妈现在回来了，你放心，只要有妈妈在，谁也抢不走你的任何东西。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你说什么？这是我妈妈给我准备的房间，你们这些外人凭什么进来？你妈妈？谁是你妈妈？这个家，这个房间，
每一样东西都属于林雨嫣。我妈妈是林氏的总裁，这里一切都是我的，才不属于她这个冒牌货。哎呀，菲儿，不许你胡说！夫人，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这菲儿呀，她从小就有说梦话的习惯，这就是在梦游啊！李婶儿，我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我女儿林雨嫣的房间会让别人住进来？是这样的，夫人，这2个孩子呀，平时玩的特别好，而且嫣嫣心善，她主动提出来要跟菲儿呀交换房间，住上几天，是不是？啊，嫣嫣，妈，是我主动跟菲儿换着住的。李婶儿，把她带走吧。另外，明天给我把这间房间收拾干净，所有不属于我女儿的东西都搬出去。好，您放心，明天我一定把房间收拾干净。雨嫣，你放心，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喂，林总，您家里的监控视频已经恢复了，快发给我。已经发到您的手机里了。这是我的妈妈，林氏集团的总裁。欢迎大家参加我女儿林菲儿的10岁生日宴会，大家不要拘束啊，随意就好。你们干什么？我妈妈才是林氏集团的总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让她安静点儿。可这是什么日子？小兔崽子！凭什么让我道歉？住嘴！林总好心让你住进林家陪读，住时间长了，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林家大小姐。再敢来去中书，小小的收拾你！简直是无法理喻！这种人还在这儿干嘛？赶紧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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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骗子！住嘴！听保姆说，今天还是你的生日啊？你要干什么？当然是看在你多年陪伴的份上，要送你一块蛋糕了。哎呀，不小心掉了。不过，蛋糕可不能浪费哦。这可是林小姐的心意耶。还敢当林小姐？林雨嫣，你应该感谢林小姐，知道吗？不吃，那你们帮帮她。快吃，快吃，快吃！嫣，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薇薇，我送孩子们去学校，你在家好好休息，知道吗？知道了。那我们走吧。计划开始吧。死老太婆，你是不是瞎呀？你会不会看路啊？快来人哟！撞死人喽！哎呦！我妈要是有问题，我跟你没完！我可全程都录下了。今天你不把这事情解决了，就别想走。行，我陪你们留在这儿等交警。如果该我赔的钱，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当然，我车里有孩子，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先把孩子送去学校，可以吗？可以。
林总，事情办妥，该您出手。恭喜队长。最后，优秀家长的荣誉归属，我想大家早已心知肚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总上台。他身为集团的掌舵人，在这里万届的同时，能够把菲儿培养得如此优秀，真的是令人非常钦佩。现在，让我们欢迎林总上台分享育儿心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希望我们菲儿日后依旧和诸位和睦相处。林总客气了，大家都知道，林总不仅孩子教育好，格局也大，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周边的希望小学都是我们林总出钱赞助的。林总实在是我辈楷模，作为一个女性，不仅事业独立强大，教出来孩子也这么优秀。颁奖典礼这么大的活动，有的家长连来都不来，像话吗？我看不是没来，是根本就没有家长吧。我有妈妈，我妈妈是总裁，比这个女人还要厉害。小小年纪就心胸狭窄，孩子，这一次没领奖，下次努力就好。满嘴谎话，到最后丢人的只会是你自己。我没有说谎，我妈妈就是总裁。林雨嫣，你疯了吗？因为嫉妒我的一切，所以连自己母亲的身份都要随便编造了吗？你才是编的！我妈妈已经回来了，她肯定会……够了！你妈妈不过就是保姆生的女儿，你哪来的勇气在这里大放厥词？是吗？到底谁才是保姆的女儿？我也很好奇，到底谁才是保姆的女儿？李晴女士，能跟大家说一说吗？她叫林总什么？李晴。李晴是谁啊？现在所有人都觉着你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就算他临危醒了，那也无济于事。这里是教室，无关人员赶紧出去，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轰走。雨嫣，妈妈，雨嫣，妈妈来了，怎么样？没有错过你的颁奖典礼吧？妈妈，你终于来了。看样子你就是张天启招的秘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倒是听说你之前在国外当清洁工，捡破烂。怎么，穿一身高仿就在这儿装豪门啊？我就说嘛，你女儿可真跟你一样，满肚子虚。我说林雨嫣平时在学校里缩头缩脑，一股就不三项，原来他妈在国外捡破烂儿，看着倒是挺有气质，没想到是国外捡破烂的清洁工，穿一身假名牌就敢来大闹典礼，脸皮也太厚了。出去，赶紧出去！林薇，你以为你回来就一切？这3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养了这么多人，早就把一切攥在手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出去！听见了吗？大家让你滚出去！今天是我获奖的日子，
这里不欢迎你们。林烟，林烟，还愣着干什么？后主小姐！哎，怎么？带几个混混随手撒野啊？连孩子都要打？雨晴，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要往绝路上走。你一个保姆的女儿，吃着林家的残羹剩饭长大，也配跟我这么说话？真当自己是林家的主人啊？林总，这种人没有必要理会，你越跟他掰扯，他越觉得自己有脸。说的对，林总顾及旧情，我可不管。只要给校长打一通电话，你女儿能不能在这儿读书，可就不好说喽。校长，好啊，那你们赶快给他打电话吧。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了，毕竟李婶在我家任劳任怨20多年，也算是看着我长大。这样吧，你现在出去，我可以借你一军。林总，你可不能信任啊！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对，林总，您今天要是饶了他，他明天就敢去公司闹事儿。林总，你不用管，我来给校长打电话，让王校长收拾这个女人。王校长，我记得校长是徐艳红才对，怎么成了王校长？怎么，你不是认识校长吗？怎么连校长姓什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能多监视一会儿呢，这么快就露馅了。您赶快来教室里，这儿有人冒充林氏集团的林总，还想打孩子。王校长来了，我看你等会儿怎么装。妈妈，我们还是快走吧。没事，妈妈来。是谁敢在学校闹事儿？王校长，好久不见。您提前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我好去门口迎你。我今天是一位母亲的身份来的。我听说有人来这儿捣乱，冒充您林总，是谁这么大胆子？王校长，就是他，装模作样的，还敢质疑林总。是谁？居然敢冒充林总？我倒想问问，你凭什么认定他是真的，一口断定我就是冒充的？笑话！我和林总合作这么多次，哎，你不认识他吗？第一次家长会参加，我们就认识林总，你算什么东西？哼，就是看看你那穷酸样，还想冒充林总，你配吗？我看这人八成脑子有问题吧，这人尽皆知的事情还敢出来质疑？你是校长，那他你认识吗？我当然认识，徐总可是我们校董会的董事长，这是他之前在职时的名片。原来是升职了呀！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连国旗名片都拿出来了，你身上还有样真东西吗？啊！雨安别怕，妈妈在，今天没有人敢欺负你。真的吗，妈妈？那就让徐董亲自过来，告诉大家谁才是真正的保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这个点儿怎么会没人接？电话打不通，你这个校长应该能联系上吧？徐董去外省学习去了，现在可能在返程的飞机上。哦，哼，原来是趁着董事长不在，才敢在这耍威风。我还以为他多有本事呢，原来是掐准了时机，瞎起哄呢。我说，你呀，就少自取其辱。
那就麻烦您把这张名片交给徐董，就说林薇回来。你放心，妈妈会让他们亲自给我道歉。不拿出点校长的威严，还以为能在这儿刷赢。王校长，徐董回来了，正在会客厅等你。知道了，马上下来。你继续。好的。徐董，你可算回来了。刚才出了点小事故，不过那个我已经妥善解决了。事故？发生什么了？哦，有个不知好歹的人，竟敢在林氏集团林总面前冒充他的身份，还拿出您之前早就作废的旧名片，说自己是真正的林总。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哦，名片拿来我看看。现在的人呀，真是大胆，连林总的身份都敢冒充。给你这张名片的人，他现在在哪儿？他刚才就走了。徐董，您要是想追究的话，现在就让保安抓回来。抓，是要抓，不过是你口中所谓的那个林总。你知道吗？这个系列的名片当初印刷的时候都有专属编码，这一张是编码001的第一张，是我亲手送给林总的。整个云城只有这一张啊！这怎么可能？我和林总合作了3年。哼，我虽然不知道林氏集团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你口中所说那个林总，绝对是个冒牌货。王翔，我记得你之前还说想进校董会的，不过现在你还是想想该怎么给林总赔罪吧。徐总，徐总，这个呢？那这个呢？夫人，小姐，吃点水果吧。李婶儿，你来我们家多少年了？夫人，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没事儿，就随便聊聊嘛。来，这算起来呀，也20多年了。我来的时候还没你这个年龄呢。你看现在，头发呀白了，老了。这么多年，李婶你确实辛苦了。我会多给你发1整年的工资，以后你就不用留在家里伺候了。你可以带着你的女儿和孙女回去享受天伦之乐了。哎呀，不行不行，夫人，这怎么能行呢？你说你刚恢复健康，正需要人照顾呢。我要是离开了，这先生他哪有时间顾得上照顾你和这个小姐呢？哎，妍妍，妍妍，你说吧，你想不想让李奶奶伺候？妈妈，李奶奶对我挺好的，能不能别让她走？雨嫣，看来我不在的这几年，你受了不少的委屈。是我考虑不周了。李婶儿，你先去忙吧。快吃水果。刘雪，去帮我查一下李婶这3年都对妍妍做过什么，一点细节都没有。妍妍，妈妈以后都不会再离开你了。想不想出去玩？走。真的吗？太好了。林薇这个死女人，肯定发现了什么。察觉了又能怎么？咱们苦心经营这3年，安插人手，转移资产，现在林氏已经被咱们掌控了。
林薇现在不过就是个守着空壳子的傀儡，无所畏惧。疯了吗？要是林薇突然回来被他发现的话，那就正好让他看看，现在谁做主。等咱们计划完成，就把林薇和那个小累赘扫地出来。别说话。喂，老婆。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问问你跟雨嫣什么时候回来。我好让李婶给你们准备晚餐。不用，我和雨嫣在外面吃过了。刘雪，帮我查一下李晴现在在哪。林总，您刚离开10分钟之后，他就进了你家。监控画面马上调给我看。自从您回来以后，他们似乎在监控上做了手脚，而且监控也拍不到卧室的画面。雨嫣，好吃吗？吃。吃完了。回家啦！爸爸，脖子上怎么红红的？脖子呀，我刚才在阳台浇花，应该是被蚊子咬着了。这些家里的活儿，之前从来没见你碰过呀。这不是看你醒过来了，先生心里高兴嘛，想亲自呀收拾屋子，让你住得舒坦些。是吗，老公？那真是辛苦你了。呀，这盏吊灯怎么回事啊？万一哪天车底坏了多不方便呀。应该就是线路接触不良了，我找物业过来看看。妈妈，今天路过街角的甜品店，他们家新出了草莓小蛋糕，我想吃那个。丽莎，那就麻烦你受累跑一趟帮雨嫣买了。哎，好的，我这就去。师傅，这盏吊灯刚刚闪了好多次，你帮忙检查一下，看看怎么回事，顺便也检查一下其他房间。啊，老婆，这点小事儿我跟师傅对接就好了。你呀，带着嫣嫣赶紧去休息。亲爱的，刚才给你发消息怎么不回呀？我在酒店等你半天了。游乐场好不好玩啊？今天，下次妈妈还带你去好不好？喂，啊，王总啊，我刚没看手机。哎，好，知道了啊，老婆，这个生意上合作过一个老板，他说他搞到几瓶好酒，非叫我过去品鉴一下，你看。知道了，路上注意安全。哎。李晴、张天琪，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演，那我就陪你们慢慢玩。我不跟你说了吗？没事别来找我，再让他抓着把柄。怕什么？你不是说监控都被你掌握了吗？那也得小心点。林飞最近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我猜他应该是尝到了点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没事儿，他刚醒，估计也没什么确凿证据。
不过咱们得提前出手了。林氏的那些小股东，咱们这几天必须全都搞定。可是那些股东都是跟着林无为发家的，这关系匪浅啊！哎呀，关系值几个钱？王董的公司快倒闭了，等着钱救命。李总的海外账户被冻了，超级填窟窿，还有那老陈，他工厂断了周转资金，这马上就要停工了。你这2天啊，约他们吃个饭，收购价市场价再高个2成，他们巴不得呀，赶紧把股份塞到咱们手里了。他们巴不得呀，赶紧把股份塞到咱们手里了。等咱们的股份超过了林威，他拿什么跟咱们？就从这些小股东入手。我就知道，他们2个肯定有问题。刘雪，林总，请吩咐，按照之前的计划进行。动手，别给他们留任何的机会。是，林总。属于我的东西，我都要亲手拿回来。这场戏该换我了吧？王董，咱之前说好的溢价20%，今天你们经营这个活动，就是您的领导。不必了。您那个资金的缺口，资金的事儿我们已经解决了，就不劳二位费心了。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王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他怎么敢的呀？他前2天还求着我们帮忙。算了，亲爱的，咱别浪费时间了，走，下一家。李总，只要您签了合同，您瑞士账户的事，账户已经解冻了，就不劳您费心了。那个，我还有事儿，先失陪了。哎，你这些人是都疯了吗？啊！前几天一个个点头哈腰的求着咱们收股份，现在一个个又临时变卦，都他妈该死！不对劲，绝对不对劲！这一个人临时变卦可能是巧合，这么多股东集体放水，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捣鬼啊！你是说林飞？除了他，谁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让这些老狐狸集体倒戈呢？好啊，还真是林飞。林飞之前说过，要在嫣嫣10岁的时候送她一个能护她一生的礼物。原来这礼物就是股权啊！咱们现在失去了这些股份，还真就压不住他了呀。亲爱的，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个时候这么糊涂啊？啊？这些年林薇不在，都是你把林雨嫣拉扯大的。只要你好好哄哄她，这股权就到手了嘛。哦，哎呀，这关键时候你这小脑袋瓜还挺聪明的。哎呀，可惜啊，这可是要苦了你了。林薇现在盯咱俩，防贼似的，只有让他觉着咱俩彻底掰了，才有可能让他放松警惕。我都明白。宝贝，你说
林薇现在也不知道咱俩手里有31%的股份，这要再加上嫣嫣的20%，那林氏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哎呀，只是我这些年对嫣嫣你是知道的，你说她愿意把手里的股份给我吗？不愿意。这林雨嫣是林薇的女儿，难道就不是你的女儿？哎呀，只是这3年，我的眼里就只有菲儿，我连件像样的礼物都没有给嫣嫣送过。她前2天看我那个眼神儿，看陌生人似的。这小女孩嘛，心思最好哄了。你只要多抽出点时间陪陪她，给她买喜欢的公主裙，吃几次蛋糕，保证把她哄得服服帖帖的。等到时候，她还不是任你摆布啊？对，嫣嫣是我从小带到大的，我一定能把她拉过来。记住，演得像一点，千万别让林薇看出破绽。你就放心吧，这要论演戏，我比你在行。雨嫣呢？林总别急，小姐可能被同学叫去玩了，您可以打个电话先问问。雨嫣，你在哪儿？妈妈来接你啦。妈妈，我现在和爸爸一起跳钢琴呢。钢琴？老婆，咱女儿不是一直想学钢琴吗？之前总觉得她还小，学钢琴会耽误学业，但咱女儿成绩一直很好，也该满足她这个心愿了。好，那你们早点回来啊。妈妈再见。刘雪，张天琪以前有带雨嫣买过东西吗？从未有过。我倒想要看看，他究竟想耍什么花招。不管怎么说，他愿意对小姐好，总归是好事儿。走吧。这钢琴真好看，我也要弹。这是我给嫣嫣的东西，谁让你动的？没大没小，你懂不懂规矩？爸爸，可是你之前有什么东西都会先让着我的，为什么？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以后叫我叔父。我只有嫣嫣这一个女儿。可是爸爸，再敢乱叫，我现在就把你赶出去！哎，爸爸，钢琴就放在这儿，其实他想弹的时候可以弹。哎呀，真懂事。来，你弹吧。老婆，你怎么回来了？啊，看，这是我给嫣嫣新买的钢琴。嫣嫣，你先上去写作业吧，吃饭的时候等会儿我叫你。好的，妈妈。哦，对了，我不光给嫣嫣买了礼物，还给你准备了惊喜。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送礼物了？这话说的，我给我自己老婆买礼物还需要理由啊？你突然对我和女儿这么殷勤，可不太像你平时的风格。我这不是就想着关心关心你吗？呀，看这包装，里面的礼物怕是定制款吧？你怎么突然对我和女儿变得这么上心了？老婆，你住院这3年，那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全压在我身上，我每天忙得昼夜颠倒的，难免会有点忽略照顾家里。哎，不过现在好了，你终于醒了，我也可以松口气儿。以后我的重心肯定要放在你跟咱闺女这儿，好好弥补一下之前的亏欠吧。
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当然，你是我老婆，嫣嫣可是咱亲闺女，我还能骗你们呀？那你跟李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说到底，我也是为了咱家，为了公司。你那会儿突然就陷入昏迷了，公司群龙无首，外边的那些竞争对手，那一个个的都想赶紧把林氏给吞并了。我实在是忙得有点分身乏术了，我这一个人也没什么办法，我就让那李晴过来帮我做点杂事儿。老婆，你放心啊，我跟他肯定是一点别的关系都没有。为了公司，那家长会的事又该怎么说？当着这么多同学和家长的面羞辱嫣嫣，让她难堪。哎呀，老婆，那个事儿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那要不是念在李婶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一直给她求情，我肯定不会放过她。老婆，啊，对了，你看，我把她拉黑删除了。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彻底跟她断了关系。这些年来，公司和孩子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确实也不容易。只要他以后心里有这个家，有女儿，或许我该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林总，林总回来了，正好，已经准备好晚餐了，你们可以用餐。嫣嫣，快下来吃饭啦！哎，快坐下吃。你就知道吃呢。哎呦，你看看你，一点规矩都没有。作业写完了？还没。还不回房间写作业？你给我记住，以后主人家吃完饭你才能出来吃。再给我这没规矩，看我怎么收拾他！回房间去。嫣嫣真认真啊！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哇，谢谢爸爸。嫣嫣啊，妈妈回来之后有没有偷偷送我什么东西啊？有过，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嫣嫣，那妈妈有没有让你签你的名字？就是在文件上签字儿。没说是什么。妈妈前几天带了个律师叔叔来家里，让我在好多张纸上签了字。看看，是不是这几个字儿？就是这个。妈妈说它是我的护身符。嫣嫣，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爸爸看看呀？好了，看破酒行无处啊。爸爸，你怎么了？为什么笑这么开心啊？没事儿，嫣嫣，这个东西是你妈妈送给你的宝贝，当然重要了。大人的事你就别管了，吃完好好写你的作业吧。啊，对了，这个呀可是你的专属宝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强强，我找到股权转让协议了。太好了，按计划来，必须把协议控制权拿到手，变成咱们的。放心，只要有妍妍在，林飞啊，防不住。妍妍，来，过来。妍妍，来，帮爸爸在这儿签个名字。
爸爸签什么字啊？妍妍，你不是一直想学钢琴吗？爸爸帮你报了一个钢琴课，来，在这儿签上字就好了。可是爸爸妈妈说了，签字之前要先看内容的。妍妍，这内容啊，都是一些复杂的条款，是大人才看得懂的字儿，你小孩子看不懂的啊。来，你把字儿签了，爸爸就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天琪，你这是让嫣嫣签什么呢？就是一个钢琴课的确认报名单。你今天怎么会来这么早？不加班啊？钢琴班？对，是一个特别棒的钢琴训练班，名额有限，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抢到的。对，是先生呀，花了好大的心思才找到了。这名额有限，可不能耽误孩子。妍妍，赶紧签字吧，啊，我好给老师反馈。你愣着干什么？签字啊！签完呀，赶紧去写作业。那个单子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再跟老师反馈。晚上还约了客户，就不回来吃饭了。走了。合同呢？在这儿呢。太好了！下周的林氏宴会上，我要当着所有股东和高管的面，彻底抢走到时候啊，他亲手创办的公司就会彻底落在咱俩的手上。张天琪，机会我给过你，可你还是让我失望。刘雪，股权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已经按您的吩咐办好了。好，继续盯紧礼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吵死了！一天天谈个破亲，烦都烦死了。干什么私我亲谱？这是老师刚给我的，谁让你在这碍眼的？爸爸，你快让他给我道歉！我起开！屁大点声就来烦我，烦死！可我现在看见你就烦，没看见我正在忙吗？啊？你不是说你一直可以关系吗？我怎么做？需要你来教我吗？张天琪，你在干什么？怎么还对孩子动手？小孩子不懂事，吵吵闹闹的，我教训他两句怎么了？你别小题大做啊！我看明明是他先撕琴谱，还动手打人，你不怪他，反而指责嫣嫣。嫣嫣也有不对的，让她让着点菲儿，怎么了？我的女儿
凭什么要让着别人的女人？他今天必须道歉。我才不给下人道歉呢！这里是林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撒野。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哎呀，林总，这菲儿他是个孩子，童言无忌，你怎么跟一个孩子较着？对呀，明白。孩子还小，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张天启，我看你是爷父亲的份上，想给你留一丝体面，没想到你竟敢纵容别人的女儿欺负你。好，我们离婚吧。我们离婚吧。签字吧。不就是离婚吗？我早就受够你这高高在上的样子。丁威，你疯了！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当牛做马，你他妈想让我净身出户？想让我滚？做梦！张天启，你背着我干那些龌龊事的时候，心里是都没数吗？哎呦，这林总，这夫妻哪有隔夜的仇啊？有什么事情啊，就好好的说。你说要真的把事情搞僵了，这不但脸上不好看，这茵茵也跟着受委屈。哎呀，这对谁都不好，你说是不是？还有你，也给我滚出林家！我念往日旧情，也想给你留体面，但不代表你能纵容你的孙女在林家撒野，分不清谁是主子。我给你们1个小时，立马从我面前消失。这里面有30万，足够你安稳的过完下半辈子，别再得寸进尺。30万？你就拿30万想打发我？你门儿都没有！我从你爸年轻的时候就伺候你们林家，这么多年，我做牛做马，就连这别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比你都熟。怎么想卸磨杀驴？你的良心呢？你良心让狗吃了吗你？我不走，这就是我家。我爸爸说了，等他拿到公司以后，这房子、这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该走的是你们。林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想用离婚来拿捏我，门儿都没有。这房子是咱们结婚后买的，你凭什么让我走？李婶在你们林家伺候了你们林家3代，没有功劳也有苦吧？你说辞退就辞退，你甭自己意见。李卫，我这一辈子的心血都献给了你们林家。我年轻的时候伺候老，我老了我帮着带小，我现在这胳膊腿都老了不中用了，成多余的了。你真是要把我这个老太婆往死里头气！今天，除非你抬着我的尸体出去，不然我这条老命就耗在这儿了。林薇，你看看你把李婶都逼成什么样了！李婶可是看着咱们嫣嫣长大，那比亲奶奶可还要亲。你硬生生的想把人往外赶，你这不是拿针扎孩子的心吗？你们也配提语言？我说你啊，你就知道吃，赶紧把这盘子收拾去。10岁什么都不会做，快去！你怎么擦的脸？这儿擦干净。李婶，我想吃水果。吃水果呀？去把那水果洗了去。快点，这拿上。
子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就是想教育一下孩子，让他热爱劳动，助人为乐。对，林薇，这李婶肯定没有什么坏心，那就是年纪大了，这教育孩子的方式老了点，心肯定是好的。不是这样的，妈妈，你不在的时候，总是打我，还不让我吃林家的饭，还说我是多余的。你这个小杂种你敢污蔑我，就看我撕了你的！怎么，你在我的面前还敢动手？林薇，你别装的自己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昏迷那阵儿，是谁撑着公司稳定局面啊？现在你醒了啊，就想过河拆桥，把我踢出去？你心里这算盘打的也太精了。张天琪，你趴在别的女人身上的时候，就没瞥见墙上这张照片？你可真是够下贱的！林薇，你居然偷偷用摄像机偷拍我！若小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下作不愿不愿。好啊，林薇，我今天才是看透了，你就是个心狠手辣，只会玩阴招毒妇。你这个坏女人，不许骂我爸爸妈妈！林薇，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对老人动手还不够，现在居然还要打孩子！妈妈，他打奶奶，还骂爸爸是坏蛋，他要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出去，霸占我们的房子。不是的，是他们先动的手，妈妈是在保护我。雨晴，你女儿还真是跟你一模一样，满嘴硬。有本事再说一遍！监控就在那儿，到底是谁先动手打人，谁在撒泼诬陷？需要我现在调出来给你好好重温一遍？正好，你们一家子败类今天全聚齐了，省得我一个个找你们清算旧账。林薇，咱俩好歹夫妻一场，你要不要把事说这么绝？这事传出去，你是想让林家成为整个圈子的笑柄是吧？我搞得难看。张天琪，你们当初做那些龌龊事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过会有今天？怎么就没想过丢人现眼？是，我是出轨，那还不是因为你吗？自从我入赘你们林家，你们谁拿正眼看过我？谁把我当个人啊？我是个男人，我不是那任人摆布的奴隶，我就想为我自己活一回，怎么了？这就是你口中的为自己活。张天琪，你把婚内出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可真是够高级。林薇，你昏迷这么久，难不成让天琪耗一辈子啊？况且你结婚之后，连一点妻子的义务都没有尽到，还有脸在这指责别人？就是，你睡了3年，你连夫妻之间的情分你都没有了。我女儿照顾她，那是替你尽义务。你不但不感激，你还倒打一耙，有你这样的女儿吗？我爸爸妈妈自小是青梅竹马，都是因为你才被迫分开的。你才是那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这些话，你们留给我的律师说吧。云飞，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你真以为我这些年在林家就什么后手都没准备？哦，是吗？我已经把我手上的股份全部转到李晴手下了，他现在才是整个林氏集团最大的。等下周的股东大会，我会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宣布，我才是真正的林氏掌权人。哎呀妈，你这宝贝女儿手里的股权啊，
早就被我们骗人哄着签了委托协议了。哎呀，不了不起呀！你们母女卷着铺盖但沦为乞丐。你不是说会保护我和妈妈的吗？为什么现在还要抢妈妈的公司，还要把我们赶出去啊？林雨嫣，你算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天琪该得的，是你妈不知好歹占位置。废话说完没有？那就下周会议什么先分享，我倒想看看是谁卷不败滚蛋。现在是你们自己体面的从这儿给我滚出去，还是我马上叫保安把你们像垃圾一样的给丢出去？呸！这破地方，我们就不稀罕。你给我等着，等我们坐稳林氏集团的位置，到时候跪在我面前求我的，只会是你。走。嫣嫣别怕，有妈妈在。妈妈，他们说会把咱们赶出家门，咱们就没家了。不会的，嫣嫣，妈妈向你保证，下周的股东大会上，妈妈一定会揭穿他们的阴谋。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妈妈永远都会保护你的。走吧，我们弹钢琴。通知下去，让法务部和公证处的人做好准备。林总放心，所有流程都已核对完毕，人员也随时待命，就等他们自投罗网。好，保持联系。这场戏也该到了落幕的时候。怎么样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松口了？别提了，这些老东西圆滑得很，一个个揣着明白装糊涂。说白了，就是坐山观虎斗，等咱们和林威斗出个结果再站队。嗨，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呀？他们不肯把股份转让给咱们，更不可能傻到去帮林威。这帮老狐狸呀，精明着呢。谁手里有实权，能帮到他们获得利益，就跟谁走。现在咱们手里掌握着最多的股份，他们犯不着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对。说的也是。现在公司多半的人都支持我们，跟咱们透过气儿了。只要到时候把股份转让协议一亮，再给他们翻倍分红的承诺，到时候剩下的那些中立派，谁敢不站队？就算林威有再大的本事，也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把林氏夺走。没错。等我们掌控了林氏，看我怎么收拾林威这个贱人！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抬不起头。到时候只能在我的脚边摇尾乞。放心，到时候啊，咱们拿到了掌控权，林威手里那点股份，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乖乖交出来。还有那个林雨嫣，我让他给咱们菲儿端茶递水、洗衣做饭，当一辈子的私人保姆。到时候我们就让这对母女为我们当牛做马。嫣嫣，今天的股东大会，你可是最重要的人。妈妈教你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不气场，不害怕，把一切真相都说出来，绝不放过小妈妈公司的坏人。林威，你搞什么？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你带个小屁孩过来，像话吗？没错，识相的
赶紧把他带走，免得在这儿又哭又闹的，丢人现眼。妍妍，这儿可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啊！我才不跟你走呢，你这个骗子！你们有什么资格拦我的女儿？林薇，别给脸不要脸。今日过后，这林氏集团就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你要是识相点，就现在离开，那留点体面。是吗？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是谁该滚蛋。林薇，这场局我们布了3年，你一个刚醒过来的人，你拿什么跟我们斗？别不自量力了。林薇，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好了3年，刚醒就来霸占主位，还带个孩子来添乱，你眼里还有没有诸位母洞啊？只要我还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这个主位就轮不到别人来做。至于嫣嫣，她是林氏集团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出席自家公司的股东会，合情合理。你一躺就是3年，公司能有今天，全都是靠我和天启。你这刚醒就来夺权，未免也太过自私了吧？我说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什么为公司卖命啊？我看你们只不过是趁机中饱私囊，把林氏集团当成你们的私人取款机罢了。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这3年我们为了公司呕心沥血，那在座的不少股东和合作伙伴，那都是亲眼见证的。各位董事，今天除了庆祝林氏集团的发展，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宣布。从今日起，我将正式接管林氏集团，成为新任的掌权人。我手里现在掌握了林氏集团51%的股份，是林氏最大的股东，于情于理，我都是最合适的董事长人选。李总的能力啊，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3年，李总硬生生的把林氏集团的利润翻了1倍。我想，李总继承这个董事长，应该是众望所归吧。没错，李总这3年啊，为公司付出的太多，我们全力支持李总。林总刚伤愈归来，确实该好好休养。现阶段让李总掌舵，更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按照章程，持股最多者拥有最高发言权。李总持股超过51%，理应成为新任董事长。那也得看这个股权来的合不合法。质疑我？我手上的协议材料一应俱全。林薇，你到底说说，是哪里不合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这儿胡搅蛮缠、搬弄是非。林薇，你除了嘴硬，你还会什么？是不是搬弄是非，就交给专业的人来解释吧。哎呦，还专业人士，我看呀，就是你请来的托。好了，林薇，别再浪费大家时间了。有没有证据？法务自然会给大家一个真相。我看你，张总，既然你们双方各执一词，不如让法务详细说明一下吧，这样我们大家也好有个判断。好。各位董事，经过我们层层核查，李总手中的股权转让存在明显的漏洞问题。第一，语言小姐签署的转让协议不具备法律效益；其次，张总的转让协议放屁！我亲眼看着语言签的字儿。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网上查看股权构成啊。这公司股权信息里根本没有李晴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林薇，
了什么苦？我们明明已经把股份转让过来了。妍妍，把你手里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可能啊！我亲眼看着他签的字儿，这怎么可能是假的？你们之前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一场好戏。妍妍手里从始至终都没有过可以转让的实权股权。加一也就是这样。薇薇，我错了，那都是李晴的逼我的。他跟我说，你昏迷了3年，肯定醒不过来，他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夺林氏集团的股权。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我才受他的蒙骗了。我张天启，你他妈血口喷人！是你像一条狗一样主动来求我，是。3年前，是他拿着一个我做过的项目，他阴我，他假造证据，说是我拿了公司的钱，还威胁我说我要不听他的，他就让我去坐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我不能坐牢呀，我要坐牢了。妍妍，放你的狗屁！说心不足蛇吞象，现在倒好，把一切黑锅让我背，你休想！好，那我问你，3年前林威那场车祸，那也是我逼你的。张天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场车祸明明就是一场意外！闭嘴！把你刚才说的话一字一句的说清楚。3年前那场车祸，是李晴让我安排的。你说什么？老婆，我真的就没想害你，是李晴，她天天在我耳边煽风点火，说只要你死了，林氏的所有家产就都是我们的了，就有花不完的钱。我也是一时糊涂，我才……你这个满嘴谎话的混蛋！明明是你主动找的我，你说林威挡了你的道，一起联手把他弄走，现在却要倒打一耙。我早就防着你这一手了。你这3年，转到海外账户的每一笔公款，让人伪造的每一笔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你敢阴我？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把手机给我！你给我放弃！你还不手机？你上次你是我女儿坐牢是不是？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林总，林总，你明鉴啊！你那个刹车是他送你出去的，还有那些假账都是他一手安排的，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没错，林总，这从头到尾都是张天启的主意，你一定要明察秋毫，千万不能让我女儿替他背黑锅呀！我再说一遍，手机给我。老婆，你看啊，我把这些证据都给你归纳好了，你可仔细看着点，真跟我没关系啊。等咱们彻底掌控了林氏，看我怎么收拾林威那个贱人！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一辈子抬不起头，只能跪在咱们脚下摇尾乞怜。到时候就看着他们母女给咱们当牛做马。李晴，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想方设法对付我也就算了，竟敢把主意打在我女儿的头上，你真该死！这丧尽天良，竟敢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天理难容你！公司这大好局面全被你这颗老鼠屎给毁了！林总，我错了，我全都认。是张天启，他
还引诱我的。他说我只要帮他，他就能把我扶到董事长的位置。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才找到他的道啊！林总，我为林家也奉献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就饶了我女儿这一次吧。往后我一定会严加管教，让她好好的入罪。引诱、蒙蔽，把公司的财产转移到海外的账户也叫被人蒙蔽。录音里清清楚楚说让我的女儿给你的女儿当佣人，也叫被人蒙蔽。不是的，是他，那些话都是他逼我说的，还有那些转账是他威胁我的。他说我要是不听他的，那就让我身败名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才找了他的道啊！李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往我身上推责任？当初是谁拍着胸脯保证，就算林伟醒过来，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你还说你有的是方法让他闭嘴？够了，林总，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饶我一次。把他们带走，等法务证据链完善之后，立即移送司法机关，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再害人。来人，你不能这么崛起！林家做这么多，现在这样是会遭天谴的。林总愿意走法律程序，是给了你最大的体面。各位董事，我要揭露一个更为严重的事实：李晴这3年不仅侵占公款、伪造文书，更是将黑手伸向了林氏助学计划。他伪造的捐赠名单和收款记录，把本该发放给200多名贫困生的助学金全部转进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我怎么可能动用教育项目的钱呢？那可是集团最重要的公益项目啊！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看势头不妙，所以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哼，这是当时的转账凭证。您看，这是他授意我将50万助学款汇入华晨建材的账户，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由他控制的空壳公司。李晴，清账公款已经罪不可恕，你居然连孩子们的希望都敢玷污，这种丧尽天良的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立即移送司法机关，所有证据并提检查。林伟，你不能抓我们！林晴，她是你亲妹妹。你胡说什么呢？妈没有胡说，老年，你爸跟我是两厢情愿，要不是他妈仗着家世硬嫁进林家，我早就是林太太。他早之前跟我们许诺会给我们母女名分呢，可是他一死，林家就把我们当佣人使唤。我在林家忍气吞声了30年，30年呀！就是等着他能够拿回来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说什么？李秀英，这么多年来，你编造的谎言该结束了吧？妈，你们怎么来了？张红，当年我看你带着女儿在街边乞讨，我好心收留你们，没想到你恩将仇报，不仅伪造我的私生女，还想夺取我女儿的产业。这是司法鉴定部门的权威报告，证明李晴与我与林家毫无血缘关系。哼，薇薇，这么多年来，爸对不住你，让你受苦。把他们送往司法机关，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你这是盗窃呀！薇薇，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之前是给他打过掩护，但那些钱没经过我手，我更没碰过那个助学基金啊！薇薇，念在我们
念在我们的夫妻情分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夫妻情分？你伪造车祸的时候，你背着我在外面找小三开房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夫妻情分吗？立即彻查他私自转移财产的证据，与李晴的案子一并审理，必须让他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雨嫣，你帮爸爸求求情吧，好不好？雨嫣，爸爸保证以后重新做人，再也不干这些事儿了。雨嫣，你也不想看着爸爸去坐牢吧，对吧？我不要，你差点害死妈妈，你是坏人。雨嫣，爸爸不是……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才不会害妈妈呢，我讨厌你。听清楚了吗？连孩子都看得清你的真实面目。张天琪，你真该为你做出的事情付出应有的代价。全都完了！雨嫣，妹妹，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妈妈，各位叔叔，我有一个心愿。你说。我想建立一个帮助资金，让那些没有父母关爱、被人欺负的小朋友们都感受到温暖。很好，那咱们这个计划就叫雨嫣暖心计划，由集团出资，联合专业的公益机构，让我们一起援助更多有困境的儿童，好不好？这个提议太好了，既能体现企业的社会担当，又能给孩子们带来希望，我全力支持。与李晴有关联的所有人员已清退，涉及12个部门，共19人。财务和审计部门已完成近3年账目的全面复核，所有问题都在进行及时修补。通知全体员工，明日召开整顿大会，重申公司规章。从今往后，任何人要是胆敢触碰红线，必将严惩不贷。明白。另外，雨嫣暖心计划的启动资金已到位，公益合作方也已对接完成。很好。妈妈，爸爸是不是不会回来了？爸爸呢，需要时间去反省自己犯下的错。等他真正明白该怎么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也许你们还会相见的。现在就让我们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好吗？那妈妈，你会一直陪我吗？当然会啦，就像月亮守护着夜空，春天守护着新芽，妈妈会一直在这里，永远守护着我的小雨嫣。不管发生什么，妈妈永远都是你最坚实的依靠。你看，这个呀，是外婆留给妈妈的书，现在妈妈读给我的小雨嫣听，好不好？无论暴风雨多么猛烈，灯塔永远亮着，为每一艘船指引归途。睡吧，妈妈永远做你的灯塔。